大家好，这里是 Jackie S 观察笔记，又到了每周不定期讲故事的时间咯。这次的故事是有关于学习适可而止的智慧，明白事情做到刚刚好就好，过度则容易坏了一锅粥。准备好就开始讲故事咯。从前，在一个被青山环绕的大村庄里，住着一群勤奋快乐的村民。他们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生活简单又温暖。这年夏天，村子里刚刚挖好了一口新水井，清澈的井水哗啦啦地流出来，村民们开心得不得了。为了庆祝这件大事，村长决定举办一场热闹的村庄嘉年华，大家可以玩游戏、唱歌跳舞，还可以参加一场特别的比赛——画蛇比赛。村长笑眯眯地说，只要谁能最快画出一条漂亮的蛇，就能得到3颗香喷喷的蜜糖面包。话一说完，小朋友们就像蜜蜂闻到花香一样，兴奋地跳了起来。画蛇这种事，他们太有兴趣了。比赛当天，村民们早早围在广场，准备观赏这场有趣的画画比拼。参赛的小朋友坐成一圈，每人面前都有一张大白纸和一支画笔。比赛一开始，孩子们立刻低下头，开始挥动画笔。只见画纸上蛇影穿梭，弯弯曲曲，有的像在爬树，有的像在跳舞，有的还吐着长长的信子，活灵活现，热闹极了。其中有一位画得特别快的小男孩，叫小明。小明动作利落，几笔就画好了一条细长柔软的蛇。蛇身弯曲，线条自然，旁边还点缀了几朵小草，整幅画既简单又漂亮。小明看了看自己的作品，心中十分得意。他想，我肯定会赢。不过其他人还没画完，我还有时间，要不要再加点什么呢？他灵机一动，自言自语，如果这条蛇能跑得更快，是不是可以加上脚？再加点装饰，会不会更有创意？于是他动手在蛇的身体下方加了4只小脚，又画了红色的球鞋。他觉得还不够，又加了2只手，画上拳击手套。小明越画越起劲，完全忘了这其实是一场画蛇比赛。叮铃铃，比赛时间到，村长敲响了铜铃，宣布缴交画作。小朋友们把画一张张交给评审老师。村长和几位长辈逐一查看每幅画。当他们看到小明的作品时，全场安静了一下。这条蛇看起来像蛇吗？有脚，有手，有鞋，有帽子，有蝴蝶结，甚至还有手套，看起来更像是一只打扮怪异的卡通人物。村长摸着胡子，忍不住笑了出来。村长温和地拍拍他的肩膀，你画得真的很用心，创意也很丰富，但你忘了一件事，我们是在画蛇，而蛇是没有脚的。你在一开始就画得很好，画得又快又漂亮，可是你后来多加的东西，反而让它不像蛇了。他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，这就叫做画蛇添足。画蛇本来就很好，却多此一举地加了蛇没有的脚，反而坏了整幅画。做事情有时候多不一定是好，适可而止才是真本事。小明点点头，虽然有点失落，但他也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了。他笑了笑说，原来太想让事情变得更好，有时候反而会变糟。村长笑着说，你能这么想，就已经学到最重要的一课了。今天的比赛不只有赢家，更有成长。比赛最后，一位画得中规中矩的小女孩得了第1名。她开心地抱着3颗香喷喷的蜜糖面包，跟大家分享，而小明也尝到了一小口。从那天起，小明在画画和做事时都会提醒自己，是不是做到刚刚好就好了呢？他学会了控制自己的冲动，懂得在努力之后，也要适时停下来看看整体是不是已经刚刚好。而画蛇添足这个成语，也从此在村里被当作一个特别有趣的提醒，有些东西加太多，反而失去了它最原本的美。亲爱的读者朋友，故事已接近尾声，
有几个问题提供给您思考，并且欢迎下方留言与我讨论。1. 你曾经有没有做过一件事情，原本很顺利，却因为太贪心或太多改动，结果变得不好了？2. 你觉得刚刚好的意思是什么？生活中有哪些时候，我们也应该要适可而止呢？感谢收听本集，学习适可而止的智慧，明白事情做到刚刚好就好，过度则容易坏了一锅粥。故事，我是 Jackie， 下次见，愿平安健康随风至您身边。